嗨，欢迎来到这个世界就说一镜到底测支架，我们又来了，又来了。上回我们开了 ET5 拍了支架的视频之后呢，很多朋友就说：“哎，你们怎么明明新版本出来了，你们还测个老版本干嘛？故意的嘛？因为上回就故意卡在新版本出来之前，我们先把老版本的表现给记录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新旧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对，那所以今天呢，我又拿大师兄的 ET5了啊。现在什么版本了？现在是3.1.0的正式版，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走吧。开始前先简单说一下 ET5 的支架啊。它是有4个 Orin X 的最强的支架硬件了，然后1个激光雷达，11个摄像头啊，包括车顶这里，车顶其实有4个的，2个侧向的，然后中间是2个的，啊，然后这边是2个啦，车的，车头1个，然后车尾2个，加起来一共是11个摄像头，还有5个毫米波雷达。那所以支架硬件上来说，这台车可以说是顶配的了。啊，现在问题呢就是软件，所以我们去看一下新版本会不会有改善呢？记得一键3连订阅哦，我们到1万粉丝，对，有大福利。好，我们就开始了。大师兄帮我开一下那个 SR 界面先啊，对，然后我就启动 Pilot 已启动。我觉得这个界面真的很有意思，好像专门为我们这种要做测试的人来设计的。领航开始。这次刚才是没有开始。现在才真正开始。对，现在开始了。难怪我就说刚才车速为什么没有提速，因为在升级前它是一启动Pilot就很快提速的。好了，这个1号路口上回是被带歪的，这回呢，它有点好像刚刚纠结了一下，过来了哦，过来了哦。啊，上次是不行的，真的升级了之后是有改善哦，但是过来之后就有点迷惑。对，但至少是过来了，对，还自己回来了。虽然这个动作有点迷惑，但是还是走到正道上面了。对，好，然后马上2号路口，2号路口上次也是失败的。对，然后今天看一下啊，好像有机会哦。控制方向盘。不行了，还是不行了，退出了。退出啊，但刚才明明1号路口是更难的哦。对，这里至少地面有划线了，但是它不能。对，刚刚在那个路口，其实我看到它那个车道的引导线是有变化的，是摇摆了2次之后才对的。好，我们而且现在还出来了这个，上次是没有这个有一个解释了。对，有个解释的，对它动作的一个解释而且是有记录的，就几点几分干了什么事情。这个有点极限了，怪呀，有点极限了。而且它没有靠左，刚才是真的就是靠大胆的开大胆车。但前方这个电动车因为它比较靠中间，所以就没有超过它了。对。而且它的车速也比较快，它都开到50了已经。对。好，这一段呢是在快速路边缘的辅道，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道路。然后现在是靠左，这个靠左应该是想绕过那个电动车。对，看到引导线应该就直接在这一条道上面走了。对，对。现在出来了这个解释之后，感觉会好一点。对。至少就是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了那种感觉，就不像以前那么纯粹一个黑盒子的感觉了。对。好，这边是我们来到3号路口，3号路口是之前也是不能正确通过的，因为这是一个看一下旁边后面有车是吗？后面其实没有车，很远后面那个车，不知道它那个红是什么意思。对，看引导线它是能拐过来的。对，而且车速也降下来了，还好像有希望。对，有点希望哦。控制的车速慢慢过去。这里刹了一下，对，但是对。比较稳妥的处理。对，看到引导线的变化。前方路口，请手动右转。要手动帮到了，而且后面的车已经在 BB 了。这里就只能接管了。对，接管了，因为它的引导路线就开始，你看，老是要怼到左边那个车上去了。我这边要接管了。Pilot 已退出。这边接管了。看一下这个路口。请控制方向盘。不能启动。领航开始。又开始了。领航开始。但上次这个隧道它也能过的。看一下后面的 S90 很暴躁了已经。好，这一段非常快的速度，好像很有自信的感觉，就冲过来了。就我们测那么多台车啊，ET5过隧道的车速是最快的，40多公里。这里这里是那个大巴让了一下，它就很果断的通过这个窄路了。对，
这次的升级里面好像提到有优化这种小路通行的能力，不知道是不是？是指刚才那种状况了？因为刚才我们出隧道的时候，这里就是好，先看一下怎么样啊？对，这里还是他自己在好坚持他找到正确的路线了，但是前方因为现在杆抬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我要介入了。对，这个在赶下来的状态，闸机赶下来的状态，目前是没有一台车能处理的，对，包括华为也不能处理的，对，因为它下落的速度还是会比较快，对，主要是现在智驾系统它不能判断这个杆它是要下落还是打开，就在它的判断里面，这个杆只有两种状态，要不打开，要不关闭，对，所以只要不是关闭，它就当它是打开就要通过了，那通过就会撞上去了，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肯定还是接管比较稳妥。好，然后我们来到这一段小路呢，主要就是这个比较大曲率的，但是如果没有前面的车压着，过这个弯的速度会比较快，就能看出来智驾系统它跟线的能力的。对，但现在这个车速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对，但前面有车其实对它也是一个帮助。对，它可以根据前车的轨迹来自己做一个判断。对。很多系统它是前面有车就会抄作业，因为这是最好的嘛。前方肯定是对，前方是人开的，我跟着人来开是不会有错的。对。好了，这边也是一样的状况了，因为前面的大巴会把那个杆给顶住，所以呢，它就不能识别了。我这里又要接管了，好，然后我们继续启动它，开始这里是一个3T 字路口，但是今天没有什么车哦。今天这个对，看到引导线这里还是一直能过的。对，但还是会比较犹豫过这种路口还是突然就很犹豫了，很犹豫我们后方是有个电动车的，但前方其实没啥状况。对，我们右侧这里有一个电动车要过。对，你看两个车夹着过来了已经。对。但前方没什么状况，他不知道为什么前面就突然很犹豫。对。在这里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就你看到车长的引导线还在不断的变化，是他可能以为这边在排队，所以你看他的这里的车他是会看到的。对，他就没有输出一个比较长远的，现在长远了，但是就跑到对面车道去了但幸好他还是揪过来了。对，可能这一段地上没有划线，他就不纠结了。对。而且他应该现在也意识到旁边这一列的车应该都是静止的车，是不动的。对，所以他现在基本上就不会再去看这些车了。好，这里马上要到一个大角度的右拐，而且这个右拐的边上有台白车停在这里啊。对这是天籁还是轩逸啊？OK， 这里过来了，这边是有一台静止的车，对，这真的轩逸了，对，绕过了，绕过轩逸了， OK， 然后呢，绕过来了，没问题。但是这个路线选择就奇怪了，你看它要画龙了，因为这里我们要左拐的，对，左方不行，刚才左边有个电动车压了他一下，其实他这里是能够看到他已经探测到那里有一个车的。但是它没有标黄或者标红，那个电动车刚才是加速的了。对，我看到这个趋势，如果我不接管的话，可能就会碰上了。所以在广州就经常会有这种要跟电机做博弈的这种情况。是，就刚才前面那一段，看它对前方的电动车还是比较保守的，但对后方的好像就是不大在意的样子。对，就真的要跟他博弈了，就看谁先大胆一点。按道理来说我在前面，而且就是这条路是不允许电动车走的，所以按道理来说，我应该是不用在意后方的车。但问题就是，你现在只要碰上这种就电动车，你怎么说都是有责任的。对，是的。对啊，不管它改不改装，不管它走的道对不对，反正你碰上它，你都有责任。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保守一点。哇，这个有点吓人的，他刚才怼着这个隔离带过去的。对，好，过来之后车道没问题，但这个车速控制有点对，不太流畅。对，因为前方都没有车。对，他过的那下很快，一下子又刹停了。对，然后前方马上接下来的大概可能5分钟左右吧，我们走的是比较正常的城市道路了，就是有划线，有交通灯然后也有斑马线，有行人的。然后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ET5。就如果大家平常用自驾大概率来说是不会在刚才我们走那种村道小道里面用的，就可以看一下如果你开 ET5 平常的话，它的表现就是这样的还挺好
刚才那个路口对前车左拐的时候 ，ET5 的减速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路口稍微减一下速，对，它是有减速的，对，有点防御性驾驶，但这个切线完全没打灯哦，打了这现在就打了，一批评他就。刚刚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一个避让的想法还是怎么样，不是避让，我刚才明明左边是没车的哦，左边刚刚路口有个车准备出来，然后他是好像有点绕行的这种感觉，然后直接又变道了。对啊，就不打灯变道了。好，这里是一个右拐的，他就冲过去了。好，这里我要接管了。对，这里他没有走正确的右拐的路线，对，在就没有进那个辅道，对，没有进辅道。好，现在出来这个隔离带，这个迷惑的隔离带，上次好像这里也是失败的。对了，他走到辅道上，他走到辅道上，但至少能过了。上次是过不了的。那问题是走辅道，他待会儿怎么出去？哇，你看广州经常会这种状况。但刚才出来那一下他减速还行，对，他减速了，有避让，还行，这个减速。好，这里要出辅道了。即将重新规划路线，怎么回事？我们回去地图看一下。它好像，它还是显示对，我们先看一下地图，它好像走错路了。哦，它是在前面才掉头，但是它为什么要？他刚才主驾仪表屏提示要重新规划路线，这不管了，因为他刚才也没有出去的动作，所以这一下也确实是不按车道走，我把它接管了。好，我们出去就再激活，再激活到。但前面的确好像还有一个出口啊，是吗？对，好吧，那算了，就不算他这一次吧。这真不知道。对这一次不算吧。我们大方一点送给 ET5 T 一次，免他一次积分。好，哇，这个提速是跟之前一样的。就是你一旦启动之后，只要路面没车，它马上提到这个限速。对掉头这里还是不行，掉头要退出了。对，但还是会提前退出。我觉得这种提前投降还是一个好事吧。对，不然最怕就是他在勉强硬着头皮要过。不是哦，他这里提醒的是200多米后结束领航，是在我们途经点这里哦。他现在还是领航的状态哦。莫非他这里真的要硬着头皮上？但是他好像他检测到这个交通灯了，是不是要掉头呢？好像是哦，是哦，还往右打了一点点，但是他把自己顶死了。不行了，这肯定过不去了。对，这种除非他要倒车了。对，这要倒车了。小心后面有车。对。我记得上一次的时候，好像他是没有这个尝试的动作的。对，上次直接就退出了，所以这个版本好像是有点想掉头的意思。我们还有一次掉头的机会就在我们最后一个路口，在第30号路口，我们还会给 ET5 一次掉头的机会啊。对，大家可以看，不是韩正哥说，是韩正。我习惯了那种拨杆启动的。不，这是途经点的关系。对，因为这里有个途经点，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路线选择。所以这一段必须要说明有个途经点在前面这个辅道里面的，可能会影响到它车道选择。好，左边它经过途经点之后了，现在要回到主道上面去了。对，你看它导航这里是要进途经点。对，确实是。这个我要干预掉它了，因为我们是不用进去的。对。但上一次是没有那么我先通过这个途经点吧。对。但上一次它是没有那么纠结，一定要进去途经点的。对，是。好，通过了，我们再启动。现在只是 LCC。Pilot 已退出。可以了。领航开始。好，领航开始了。难道说现在途经点就要把领航给停掉一段吗？不管它，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左拐的路口啊，哇，跟前车贴的比较近。其实刚才它是不用走到最左车道的。对，其实旁边车道也是可以左转。对，也是左转的，所以这里有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未来这一套领航它应该还没有用端到端吧？没有，还没有。所以用规控的话，可能就会这样，就会比较死板一点，就我左拐一定要走最左路线，最左的车道。对，像刚刚那个路口的左拐就比我们第一次的左拐要好，因为前面有一个参考物，
有个车它跟着走，所以它的整个路线它就会走得更好一点。好，前面就有一个小路口，对，旁边有它减速了一个车。对，但这个减速呢，我不知道刚才这个减速是因为前车还是预防性啊，但是这里有提示，之前有一次是预防行人。请保持手握方向盘。好的，对，知道了。对，摸一下就好了。对，它这里显示是预防行人横穿。所以就防御性驾驶的策略这个挺好的，这个确实要做这种预防的。我觉得可能一般车主在日常使用的时候未必会看这些这么细的字的解释，对，但这个真的对于我们来做这种测试是特别的友好。对，而且就一般车主，哪怕你不看，但你会知道原来这个系统在背后默默的做了那么多事情。对这就有点像理想啊，对，理想现在做那个可视化，对，就是这个目的，就是有时候如果你想去看的时候，至少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他是怎么想的。对，对。就是让人对于这种高科技的系统不会有那么大的戒心哦。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对然后另外一方面你也知道他很努力啊，就好像你有个员工，虽然他干活干得不怎么样，但天天跟你汇报工作进度，那你会觉得这种就是好员工啊。对，那还是挺卖力的嘛。对，你做老板最喜欢就是这种员工了。是不是要手动 edge 像李第三？然后前方是一个右拐出辅道的路口了，他提前发起了切线。切到右线上面了，好，挺好的。即将红灯，按导航线行驶。对，它这个解释都挺好。好，这里应该是没什么难度的。对，你看它引导线是 OK 的。对，我记得上一次好像这个也是失败的，好像。这里不是这里吧？应该是在前面这个地方。对，因为这个地方没什么难度。这个回头看一下那个我们上一次的这个片子。好，这里是一个不规则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没有交通灯保护的。哇，然后前面一个电动车出来，绕行，哇，他就直接绕行了。他不让他绕一下过去了，这个是怎么样的？这个刹车减速了，对，这个还减速。OK， 但是他对路面的识别，路面划线的识别不大到位。刚才那个是一个疏离带，按道理来说不应该走在疏离带上面的。哇，这边又跟电动车抢到了，好心急，好心急。所以我觉得用未来的这套智驾，就可能在中间的过程当中，你会接管的次数比别家的多，但是最后的时间可能会比别家的要少一点，因为它车速真的很快，提速很快。就比较性急一点啊。对，一有机会就马上干到这条路的上线去了。可能那个写这个程序的程序员都是一个比较急性子。前方路口，请手动右转。这里是一个手动右转，左转，领航即将他可能觉得这个是环岛，所以他是所谓的右转是这样绕一个圈。即将结束了，不是300米后结束，那应该是那个途经点。对，看看他能不能绕过去。上次我记得好像也是失败的。但是上次我们没有多留意啊，它中会有一段领航结束。这一段是不能用领航的，就是那个临时改道的小路。对，但这里看它会不会降级到只是车道保持或者怎么样？可能会降级。但按道理来说，其实用无图的话，应该是只要有路就能走，所以会不会前面那个车就是教坏人的就是直接走拐的。他跟不跟呢？他在纠结。对，他正在纠结。他在纠结，然后纠结到后面呢，我要共驾一下，有点油，逼他走了。然后他出来之后，看他这个路线怎么走啊？他纠结一下之后，他没有跟那个车，哇！但是左边贴得好近。然后这里他又不知道自己干嘛了，行了，我要接管了。对，要接管。看他的趋势，他要直怼过去了，他完全没有左拐的意图了。对，但他引导线的确是走这条道的，他就没有导到外面去。好，回到这个小路上面，现在又回到领航状态了。这条小路呢，就是非常窄，而且是你看，对，前面两边停满车，对啊，这里就要有一个对向要交替通行的。他这里稍稍是往右打了，但是他很贴左边的车，刚才对，又空出来你又不走了，刚才明明两台车贴那么近的时候我就要走。他刚刚是以为这个是一个活的车，对，他发现他原来是不动的，现在他自己又走了。好吧。这里好哇，然后又拼命加速了。好，这里就是那个小路了，它能不能拐过去呢？它是能拐过去的。
可以哦。虽然它显示这条路是不能走啊，你看一下。对，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一段不能走。对，但是你看那个 logo， 你看它是没有降级的，没有降级的。对。哎，这个右拐我们看一下。这个关还可以，还可以哦。啊，这是真的无图的表现了，就是没有地图的数据，它还是能跟着路面的划线走的。对，感觉能力真的比上次有提升，明显的，对，明显有提升啊。对，哦，你看它这边，哎，哪不能站他的，不能站。哎呀，哎呀，站坏了，站坏了，不能站啊！对，太骄傲了，太骄傲了。好吧，我们这一段看到逼他一下哦，现在只是 LCC 了。对，拍了已退出。先退出吧，因为这一段用 LCC 还挺危险的。看他什么时候能重新回到自家的 NOA 的状态，现在还是是这里有车道线可以试一下，它有那个 LCC。你确定了啊？试一下，我不负责的，反正你的车啊，启动了啊。它 LCC 的好处就是它不会提速，我启动的速度是什么，它就按着那个速度。对，它会跟着这个车道线。它跟不跟着？它没有跟的，它走到对面车道去了。拍了已退出。它没有跟，因为这个车道线也确实画的不大清晰。不清楚。对对。好，现在我们回到这里可以了，可以了。对，所以我们再启动它了。好，这个大叔哇！已退出。我是怕大叔会压过来。开始。这种就是广州非常对啊，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对，其实我们这条路线虽然有电动车啊，但是不多的。哎，这个要不要礼让一下阿伯？他不让，他好像对，他在等我们。对，他应该检测到他行人他是已经站在那里不动了，所以他就可能就直接不让了。好，我们这条路线的电动车已经是比较少的了。如果是走到东小南那边的话，那才叫地狱级啊！对，好，前面是有一个90度的拐左的，但是它领航即将结束的意思是在哪个点结束呢？它这里150米应该还没结束，150米就回到快速路上面了。对，拐左，哎，这个还可以，哎，这个过得还行哦，还挺顺的。对，你看前面有个对向来车，它应该还有60米，应该还没结束。对，这里有个绕行拐左，好，这个拐左会不会压到对面车道了？哎，不会，挺好的，挺好的。哎，这个非常好啊！哎，可以哦，走在自己车道上面拐左，这个非常好，这个非常好哦，有点意外哦，居然这个能拐过来。好，马上又一个右拐啊，这个右拐会不会侵占对面车道呢？他就会的，这个侵占对面车道了，而且看他能不能自己。但还是能揪过来，对，幸亏今天这里没车，幸亏没车，对，给他揪过来了，揪过来了。好，前方是交替通行，对，你看前面那个对向来车他是没有让速的，刚好给我们腾出了一个空间。但是呢，哇，这个不行，我要干预了。这个有点太极限了。他对于这种异形的障碍物好像识别的还不大行啊。对，可能刚好那边有个草。那个旁边那个野草啊，它可能不知道没识别到还是怎么样。状态。对，现在是降级到 LCC 了。先退出一下。还是 LCC 的，它可能是这一段。哎，可以了，回来了。请控制方向盘。但刚刚拐那2个弯的确比上次好很多。好很多。对，这个非常明显，这个提升。而且之前我们试了很多端到端的系统啊，走那种弯的时候会走到对面车道，这种90度的弯走对面车道是很危险的，因为我看不清对方的有没有车。对，而且前面我们有测过，应该至少有2个车在那个弯是没拐过来，是直怼上去的。是，对。好，这边出主道这个就不大好了，他走了我们3个车道，他是走到2个半了已经。对，然后再回到中间这个车道。对，这个就太霸道了，幸亏今天没车。好，又是一个非常心机的提速。我们的那些高难度的路段基本走完了，然后前方有个施工，但这个施工没有占到了。对啊，我即将就回到了，这就硬要压一下实线是吧？领航开始。就开始有点端位了，是不是？不，明明刚才是可以不压实线的，他硬要压一下实线，有点端位了。我们讲是吧？哎，又看到一个 Altima 哦，对哦，今天怎么回事？而且这还是一个没有上牌的。好，我们就又
出这要个出主道快速路了。，对，要回到主道上面去。对，然后这一段呢，就是最常用的状况了，对因为现在各家的这个高速的领航还是做得不错的，对高快领航，然后对包括未来之前高快领航也做得不错的。对，好，前方，还想看一下它会不会绕行那个停着车，哦它已经提早绕了。提早绕了。对，提早出来主道，但不确定是因为他发现那个车，还是他的策略就是走中间对，车道。他可能策略就是直接出来了。对。好，对，那个对，是的，他还是会优先往不断的对优先往中间的车道去走。对，往左靠的。对，好，这些就是顶着限速走了。对，是你加了10公里的。对，我加了10公里的。对，因为这一段是80的，合理范围内加一点。对，就系统现在很多的这种自驾系统，它都会允许有这样一个自己设定的一个区间，大概一般都是10公里或者10%这样子的设定。最好玩是华为啊，华为你只要开了效率优先，它会允许超过远远不止10%的，它会超很多的。对，但基本上10%就是在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是10%之内是可以的。请保持手握方向这盘。要碰一下内容方向盘。内容方向盘要摸一下。对，好。所以看现在这个版本呢，它就不会像以前一些老旧的，就一定要往最左的车道去走。对，它只要这条车道它的这个车速 OK 了，它就一直会保持在这里。对，也合理的。对，不然的话，你经常到最左侧，突然你又要往右拐的话，那就很麻烦。是，而且最左应该是超车道嘛，超车道是不应该长时间行驶的。它这里就因为前面可能要对，我们即将要出去了，即将要出去了，它就提前变到这条道，而且这里是4车道。是，对的，它就提前500米左右吧，就去到最右车道准备出去了。对。而且这里呢，它是会明显减速的。你看，它这里是限速80，为什么会自己减到70呢？对，它可能要准备出去，所以它这个车速就控制了一下，它是低于限速了已经。对，这里就准备出匝道了。然后我们快速路这一段呢，就非常平稳的、很完美的走完快速路这一段。对，这个表现还 OK。因为走快速路比较无聊嘛，那所以我们就把快速路的里程给它压缩了一下，就大概看一下，就基本上其实现在就头部的各家走快速路都没有问题的。对对，这种高快的 NOA 其实大家都优化的差不多了。对，然后前面就是一个左拐了。这个左拐路口上回好像出了点状况的，看看这个版本3.1会不会好一点啊？对。因为这里左拐主要就是它没有左拐的等待区，然后呢又会把内方对面直行的车划线会影响到这边的。对，好，而且这里是3条车道都可以左拐，是，所以其他如果有大货车的话，它就会压了这边。有个很奇怪的动作，对，它就，走的路线是对的，但是这个90度呢，就是有点吓人。对，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待转区了。这里是有划线的，但是他走的对，他走的这个就很对。能不能说对？你看，我们是从这里过来的，从这里过来，刚才一个90度，对，90度来到这里，对，而且他停的这个位置呢，他是避免了压这个线，所以以前有时候他会直接从这边压过来，现在他是这里拐过来这里。我怀疑未来是不是过来这边建图了？但是你看它的这个图哈，就真的很人工化的那种感觉，就是它不是那种像导航上面的那种明确的车道线，那这个真的是用视觉生成的。对，但是刚才那一下的路线规划实在是太超过人类智慧了，对，太完美了，对，没有一点可以挑剔，也不像人。对，如果是端到端或者人的话，很多就会直接从里面那个弯过来，斜着压过来，压着这条线过来的。对，他现在就避免压到这边。对，刚才就90度这样子转过来。对，所以从规则上来讲，这个选择很完美。对，很完美。但可能对于旁边的车就有点不可理喻了。对。就幸亏今天没什么车。对，这样缩小来看也挺好看的。哇，你看它的引导线好长啊！是因为这一段能看得比较远。对，它可能看得很远。好，路口停车，还是非常的好的。
对，它这个3D 建模建的好像还可以哦，还挺丝滑的哦，815能做到这样子。对，大师兄这台车还是815的，对，还是旧的815，现在新的8295了。是。那这个优化的是真的不错。是，它这直接看到我们后面的车，左边这里4台车跟这是一样的。哦，左前方的车，哇，连这里的单车，上面那个，对，它都看得到了。所以从硬件上来讲，现在这一套真的也没什么可以挑剔的了，对对吧？你就20多万、30万能买到这样一个硬件来讲，对，自家硬件真的就拉满了。20多万还有的车型是用单激光雷达，这个就各家差不多了，但还有的车型是用了一片 ORINX， 然后加上3个毫米波雷达，对，然后 ET5 是4个 ORINX， 还有5个毫米波雷达，就所以在毫米波雷达跟这个支架芯片上面，它是遥遥领先的。对，所以真的就希望他们软件团队就更加要给力一点。哦，对。哎，这里就突然又压了一下实线，又没有完全压，不知道他想干嘛。真的不能赞的，我们每次出来设置一下，就一想赞他，他就会出现一些很古怪的行为。糯米在偷听我们讲话是吧？就尾巴翘起来了。对，这里好，这里是我们通过最后一个红灯了。通过这个红灯之后呢，就是我们第30号路口，也是一个掉头的路口。所以刚才呢，就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刚才在那个带灯号的掉头路口是有台车在前面嘛，对，有可能是那台车影响了。所以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路口，对给 ET5一次翻盘的机会。对，但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是不能自己掉头的。车主是觉得它不能掉头的，按照车主的经验。大家觉得行不行？可以弹幕走一波。哎，走一波来，还有10秒钟给大家打一下弹幕啊！对，觉得它可以的打1，不可以的打2。马上我们来揭晓一下啊。但现在就有个好处，它能跟前车的轨迹了。对，看看它这里有没有可能挑战一下。因为自主掉头是目前支架系统的，这只是提醒我啊，没问题。对，它还没结束，还在坚持。对，你看它引导线它是拐过去的，引导线出来了，对，生成这个轨迹了，但好像不行了。然后车速是8公里、7公里，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它方向已经打在那边了。对，不行，行了。すいません。好，我们。不行了，我们先进去吧。因为顶着后面的车了已经。这里是不是还能用啊？还能用完？领航即将结束。我启动它，看看。真视觉哦，这里。这真视觉哦，这里。真视觉哦。内部路啊。外面的车超了我们，没问题。对，因为刚才就压着那台位，所以他就很生气。对。好，最后秀一下肌肉啊。对。真无图，真视觉。对。很多别的系统的看这个，我觉得它这个对电动车的防御是做的不大够的。刚才那个其实车速真的很快，如果它插出来的话，就肯定杀到 ABS 出来了。对。好，到这边就结束了。对，这个位置是很多系统的终点就在这了。领航辅助已退出。这是正常表现。好，我们最后就让它来个自动泊车吧。我们一边自动泊车，一边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个这里新疆的功能对，可以选上下来选车位。这个可能大家看不清楚啊。我要拿另外一个。拿个手机给大家看一下，对，这是新版本的3.1的一个新功能，对，没错，在这边在仪表就可以选择车位了。那我就选择。我很想帮你完成，但不用了，只有主驾才有这个操作。好吧，谢谢你，退下吧。好，开始泊入。注意观察环境。我开始泊车了。这就比较优雅了，这个就是。你车上有客人的时候，你就不用在中控屏上面去怼了。对，而且就可能客人在这边在选歌什么的，你都不影响他。对，好，但是这个方向你看，
对，而且它这个好处就是它你不用激活这个功能，只要你车速降下来，然后它已经能够探测到旁边的车位，对，就不用扫描车位，对，就不用说有些系统我还要专门摁一个按键来去激活。好，谢谢糯米，停下来了，完成了。车主对于今天 ET5的表现怎么样？哇，有惊喜，有惊喜是吧？有惊喜，我也觉得有惊喜，因为我升级之后我是没有跑过这条路线的，然后这一次明显比起上一次有非常大的提升，对，尤其在小路上面确实表现好了很多。对，有几个我们上次拐不了的弯，这次都比较好的拐过来了。对，然后你平常在市区里面有打开它吗？还是每天上班？平常也有，但是因为我上下班的这个路啊，基本上都是比较正规的这种大的马路，对，没有这种特别小的主干道为主，对，主干道的，所以难度没那么大。那你走主干道有没有觉得 3.1 比起之前的 3.0.1 有明显的变化呢？感觉有时候它的这种超车变道啊，会更加的果断一点，但那个不是说特别明显，所以今天我看到它有这样的表现，还是挺惊喜的。所以这个版本更大的优化应该是在这种小路上面。对，这种小路上面，那当然我们还是期待未来赶快上一个端到端的版本啊，这样才能处理更多的状况。对，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上次赶在升级之前先跑了一趟用旧版本。对，这是一对比就知道它提升在哪里了。是的，否则我们如果直接拿现在新版本来跑的话，是不知道哦，原来这次升级还挺明显的。对，所以我们现在一键支架，每一个版本这样做下来以后，再一起放给大家去对比去看，那大家就很清楚能够了解每一个版本它之间的有什么变化了。好，那今天先到这里了，大家记得一键3连订阅哦，我们到1万粉丝，对，有大福利啊，谢谢大家，拜拜。